非洲大陆莫桑比克的5月，天空出奇的蓝，一场对当地人来说相当独特的浴佛大典，吸引了许多好奇的目光。每一位本土志工双手合十，在简约庄严的浴佛台前虔诚礼佛。礼佛祖。风灾后2场浴佛典礼，第一场在亚马逊的提卡中学，超过700人参与；第2场在马普托，至少有2000人共襄盛举。对于2个多月前重创非洲东南部的一代气旋，志工在现场以简单道具演绎当时逃难的真实情境。亚马逊呢，将近2万多户的居民，他们是接受过慈济的帮助的，所以呢，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佛诞日。那当然呢，大家就用感恩的心，感恩佛陀，感恩慈济，感恩上人。灾难造成的冲击，短时间内难以抚平，但一场浴佛却能让心觅得平静。今天这个浴佛对很多本土志工来讲，他们也很兴奋，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当然，我们一直告诉他，这个就是让你心能够清净，让你的爱能够展现出去。所以大家很欢喜，他们很多人都想来参加。一朵朵新莲在莫桑比克的浴佛中逐渐绽放，一如灾区低洼处形成的堰塞湖中开出的朵朵水莲，出淤泥而不染，展现了无比的生命力，仿佛象征着在这片灾后泥泞大地重生的希望。看到他拿着那个莲花的时候，我觉得，刚好那个光线从旁边打过来，我觉得照在那个莲花上面，所以我在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特意从底下往上让那个莲花是很逆光，在这种情况下看好很像它在发光，就对应着我们看到灾后的那个莲花长出来，然后今天志工手上拿着莲花，其实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强烈的连接，让我们对他希望说，它能够从这片灾后去重生的，就像长出莲花一样的，这种场景。可以看到下面住宅的那个树啊都被吹倒了，那房子你看都毁。这里是就是这个省份最大的医院，就是贝拉医院啊。贝拉医院的屋顶啊也被吹翻了，所以呢，包含他们的急救室啊也是毁了一大半。一代气旋3月肆虐非洲之后，莫桑比克慈济本土志工立刻从首都马普托启程到灾区勘灾，之后与海内外志工展开了赈灾行动。大部分的本土志工住得离灾区都很远，动辄就是数百到1000公里以上。但是只要一想到能帮助自己的同胞，再远也要想办法去。整理搬运物资时，一起唱着歌，繁重的工作在和悦的气氛中迅速完成。灾后跨国志工总动员，从3月底到4月底发放粮食生活包，4月底到5月中发放建材农作包，5月发放文具用品，并在5月中下旬举办了义诊。未来中长期计划将启动造村、援建学校、医院等，希望能一路陪伴灾民迈向重建之路。这个角度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钢孔。我们常常说妇女撑起半边天嘛，其实在很多地方来说，妇女不撑起来不只有半边天。我会有意无意的去寻找那个在画面中与我对看的那个人，可是这次跟我对看的却是一个小婴儿，可是他的眼神却透露出一种你要说沧桑吗？或是他不是一个婴儿的眼睛的那种感觉，他好像经历了非常多事情。早在风灾之前，莫桑比克整体情况就已经是个有待整顿的国家。在欧洲大航海时代，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发现莫桑比克，1505年正式成为葡萄牙殖民地。
期间长达400多年。1975年独立之后，随即在1977年陷入长达15年的内战，民不聊生。如今甚至已经成为了全球第2贫穷国家，近半数人口处于贫穷线以下。全国有2/3是文盲，也是全国埋下地雷、全球比例最高的国家。加上贪污问题严重，贫富差距甚大。当你到马普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到了另一个国家。那毕竟它还是有大楼啊，然后车水马龙，也会有 shopping mall 啊。我们到那个它的村庄，他们没有服装店，他们服装是都丢在地上，就是到了村子里的市集，通通都是2手衣服，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挑衣服。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那个小女孩，她穿的是什么衣服？是白雪公主的衣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衣服可能是我们给孩子那个化身为公主的想象，而在莫桑比克，她穿上那件衣服，其实是她仅存的那一件衣服。卫生条件普遍不佳，加上医疗资源匮乏，也使得平均寿命不到60岁。因此，实际在莫桑比克当地可以发现，10几岁的小妈妈随处可见，14岁以下孩童几乎占了总人口比例的1半。一个家庭一个妇女生育率平均来说是5点多个小朋友，生育的年龄很早，大概是12岁、13岁就结婚生小孩。还有拍到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很年轻，但我没有办法确定他多大，就抱着一个小朋友，小孩就亲奶，早婚，小孩很多就影响到整个那个教育的问题啊，经济那个发展的问题。这个叫6岁的小朋友，就对着他可能弟弟啊，为什么他是6岁的？就是问旁边那些人，他叫 Anna。我们如果从视觉上来讲，它是一张非常棒的照片，光线又好，我觉得拿着笔，然后那个光从背后来，有一种我认真向学，很神圣的感觉。可是其实我们再回头一看说，那个光线从哪里来？就是因为它屋顶被吹走，才有这个光线。好，它很漂亮，可是它却是很背后去讲，却是一个很现实上，它环境是很严苛。学校就是铁皮的，分2层。这个就是他们其中这个部分的学徒，他们很多地方有分上下班的，因为小孩太多了，空间不够。整个国家亟待协助的人太多，而慈济和莫桑比克的因缘也在2012年开始有了连结。来自台湾的蔡黛玲成为莫桑比克媳妇后，跟着先生富迪诺到马普托定居。有感于当地贫民区环境恶劣、贫病问题严重、人民悲惨生活的画面，总在他脑海中不断萦绕着。在这里的 NGO 它就是给东西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会而且还有就是说，这里的人他不懂什么叫分享，但他们已经习惯去等着去接受，或者是期待人家给什么。因缘际会与慈济有了联系之后，慈济南非分会志工前往莫桑比克经验分享、带动与陪伴。蔡黛玲和莫吉先生富迪诺在当地开始了济贫之路，成为慈济在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他想做的，除了帮助贫困之人，更希望影响当地民众，不只是手心向上，也要学会手心向下付出。但初期一场筹备了8个月的发放，却差点被当地政府喊卡。你好，本来政府是说我们并没有登记组织，
所以不让我们做这样公开的大型活动。那透过争取呢，我们透过妇女部长还有第一夫人，那他们也认同我们的做法，所以呢，就是刚才那位区长呢，就在最后一天，在礼拜五星期五早上的时候11点多，才给我们签了一个批准。所以我想我的紧张会来自于说，哇，我不晓得我准备的时间够不够。Because now we need to practice how the way we walk. Porque sweswi I parayisa leswaku fambisa ku yini. Então, yima nala ka masaka cukala to look that side. Yes, to face. We need to practice. Need to face the people. 20 here, okay, and then the other we will arrange. 2013年初，莫桑比克南部因暴雨造成的水灾，造成15万人无家可归，考验着当地志工的应变能力。Because first of all, our volunteers are not professional. We are just a group of friends. 人力与资源都不足，于是就想办法上社群网站发布消息，募集物资援助灾民，一步一步举步维艰地走到现在。从夫妇俩胼手胝足，到如今已经在首都马普托带动出3000多名本土志工。很多志工都像伊莎贝尔一样，在受助人的过程中感动成长。Samira Chipimo já 4 meses. Ficou 4 meses. She stayed 4 months. Chegar e visitar estava com problema de que não tem cabelo na cabeça, tudo. Mas sempre estava quando chegar, direção na África do Sul, chegar e visitar. Sofreu de câncer. Sofreu de cabeça, tirou tudo a cabelo. Câncer. Tirar a cabeça. Câncer. Ele tinha tudo. Não, é câncer. É câncer. Então, os visitarem até chegar e melhorar. 若往更久远的时代追寻，非洲与华人接触的历史，最早据传可以追溯到15世纪明朝的郑和下西洋。郑和第4次及第5次下西洋，从江苏的刘家港一路航行，经过东南亚的马六甲、爪哇等地，中间经过中东波斯湾，再到红海，船队甚至延伸到了非洲。据说就曾到达过莫桑比克的贝拉港。其实它是在贝拉附近有一个海港，因为郑和是船队嘛，你一定是靠岸，一定就海港。一个海港那个地方叫苏法拉，差不多了，然后就后来变成一个省那个地，所以他就说，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理的名词是很相应，所以可能了哈，是这样子。仿佛有条绵长的历史丝线，冥冥中穿越了近600年的时空，牵引着华人大队人马再度来到莫桑比克。远古那一回是远洋舰队的探勘，而这一回则是慈济志工温情的援助。它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啊。但是说师兄师姐有解释给他听，其实我们慈济功德会，他是我们慈济功德会的负责人啊，他是一个出家人，他看到这边有这样子状况，所以我们就来尽人事的看看能帮得上多少忙。那个妇女就听到就很高兴了，就先跳一段舞，然后就这样子。他其实在这样亲吻他那个下人的法香的话，其实在这段歌舞里面的其中一段。几个世纪缘分的延续，一如灾区泥水中冒出的莲花，在恶劣环境中清净繁衍。而慈济人在莫桑比克种下的温暖心莲，也将会随着清香绵延，生生不息。